你竟然杀了新梅！江莹，你涉嫌杀害冯新梅，现在正式逮捕你。妈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一切都不能再挽回了。妈，请你原谅我，让我代替新梅，继续孝顺你。老太婆说了，过几天她就去律师楼改遗嘱。我为什么2个都？哎，小心！翻开生命的篇章，数托着想，等待时间去拆穿，探索神秘的步伐，只为写下每种情绪的伪装，将眼前的面纱一一的摘下，在黑暗中重拾光芒。临近的白光，追逐回避的目光，折射出不可思议的模样。反复迷离的胸膛，使劲的挣扎，但始终无法被埋藏。回忆总会纠缠每个字，思念走远过的谎。想法。谢谢。有什么事吗？我只是在想，会不会是我太敏感了？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社长对你的态度有点特别？你也觉得啊？看来我的感觉是对的。我只是觉得师傅他最近怪怪的，他看我的眼神，问我的问题，跟我讲的话，就是跟平常很不一样。昨天啦，其实我看到你跟社长在一起的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有点不安。对女孩子来说，社长有他一定的魅力吧？社长是我很敬佩的长辈，师母也是，不止你怀疑我们之间的感情，真的想太多了。OK，sorry。如果我到了社长的年龄，会不会比他更有魅力？是不是还可以吸引你？笑什么？我是认真的。来，吃点心啊！有1分钟啊！我这边有咖啡。哦，蛋挞嘞！不要，买给你的，你最喜欢哪一档？
谢谢你，师傅。吃到像小孩子一样。哦，需要这么明显吗？就买给于洋。小屁啊，小屁，你不要担心老爸。哼，就算是他们都喜欢黄鱼怎么样？大香还有蛋炒饭都不是我的对手啊。蛮烫，很好吃。对啊，要排很长吗？哎呀，排了多小时啊？尤其是那个蛋炒饭啊，他年纪这么大，过期啦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退缩，也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会是最后的赢家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白社长，白社长，你们好，谢谢你们啊。你岳母还好吗？他老人家还是很伤心，不过可以把江莹绳之以法，他老人家心里总算欣慰。他不再怪你了吧？多亏你们，他原谅我了。恭喜你啊，和你岳母和解。新梅的死，全都是因我出轨，惹上江莹这种女人而造成的。我真对不起新梅。好了，我也该走了，谢谢你们。拜拜。冯老太太，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意思修改了遗嘱，指定你的女婿林大卫先生为遗产的继承人，你过目一下。妈，你看一看，有没有问题？喂，你们不能进去！喂，你们，对不起，姚医师他们。你们是谁啊？冯老太太啊，先别签名啊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侦查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钱我都付了，还有什么问题？林大卫，不要心急，侦查已经结束了，但是真相还没有揭露。你贪图冯家的财产，可是冯老太太因为是她女儿的死而责怪你，所以这5年来，你一直扮演着陈情正妇的角色，讨好你的岳母，等她回心转意。你早就怀疑冯新梅是江莹杀死的，可是你又没有证据，又不可以轻举妄动，因为4年前你医疗失误让她抓到把柄，你担心她爆出来，所以就一直跟她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。直到你发现江莹把那条有哥罗芳长发的手帕跟冯新梅的耳环丢掉，这2样证物就是当年江莹特地保存起来，以防万一告发她。江莹告诉警方，东西在8年前已经丢掉了，没想到被你捡回来，特地等我们开始查案之后寄到 CCI。一开始我们也以为是江莹要我们转移目标，把手帕寄到 CCI， 让我们去调查万书的。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，江莹不可能这么笨的，因为这等于自寻死路。既然不是江莹寄来的，自然是她身边最亲近的人做的，也就是你，林大卫。无凭无据，你们瞎说什么？没错，这只是我们的猜测，我们没有证据。对了对了，就是这个笑容，跟你看到江莹被警察抓去，以为自己的计划成功的时候笑容一模一样。很奇怪，为什么会知道，对不对啊？因为当时我就在附近监视你。我们社长之前就怀疑你，因为他一直觉得冯新梅的文稿5年后才寄到杂志社，这不是偶然的邮件失误，而是人为的布局，所以叫我们偷偷监视你。结果你这么一笑，就让我们更肯定你有问题。你们到底胡说什么？越说越离谱。妈，你不要相信他们，他们在无中生有。我们是不是无中生有？看过这段视频就知道。这么多天都没有新梅的消息，希望这个方法能找到她。
安迪，我听家里的长辈说，西瓜招魂这办法很灵的，这位船长之前也见证过。如果新梅真的跳海自杀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妈，你别太伤心。你们是哪里弄来这个的？你们是故意让我妈看了伤心难过是吗？对不起，冯老太太，这个视频是那个船夫的儿子拍的。他当时觉得这个西瓜招魂的仪式很特别，因为好奇，把整个过程拍下来，还放上网，被我搜寻到。你们到底想证明什么？别浪费我们的时间了，你们立刻离开！林大卫啊，都跟你说了，不要心急，视频还没有看完，后面有一小段的 surprise， 继续看吧。从视频看起来，你当时好像因为找到妻子的尸体而感到激动、伤心、难过。本来就是啊。那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说了什么？都那么久了，谁记得？好吧，让我们帮你回忆一下。你当时很生气，骂你朋友出了一个烂主意，没想到真的找到你妻子的尸体。你担心你岳母不把财产分给你，对不对啊？妈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你们两个真的很可笑哎，编了那么荒谬的故事来污蔑我，真是荒谬到极点。好吧，如果你认为这验读出来的唇语不能让你心服口服，没关系，我用软件消除了背景声音，现在把你们当时说的话原原本本的播出来给你听。王八蛋，你出什么馊主意啊？现在新梅尸体真的找到了，我妈不原谅我的，她怪我1分钱都拿不到啊！我怎么知道这么炫呢？我会找到你老婆的尸体。算了。你一直跟我说你很爱新梅，我会对不起她。你说你会代替她好好孝顺我，原来全都是假的。不是妈，不是啊。你要的就是我的钱。不是妈，我真的爱新梅，我真的会孝顺你的。妈，你别相信他们啊。我们已经查出来，其实你另有新欢，早就想摆脱江莹，只是怕她生气，爆出你的医疗失误，于是利用 CCI 帮你查出真相，除掉江莹，又得到岳母的原谅，得到她的财产，一举两得。还好我们 CCI 不是笨蛋啊，要利用我们的，你做梦！你这个混蛋，我1分钱都不会分给你的。凡做过必留痕迹，不论犯罪者如何想办法掩饰罪行，最终还是无所遁形。真相把江莹绳之以法，更让林大卫的贪念不能得逞。这案子还让望书愿意为了妻子、儿子勇敢承担错误，面对刑罚。喂，王宇，案子已经破了，也证实了新梅是他杀的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我们的赌约啊，要愿赌服输啊。嗯，好，我认输。要做什么？我暂时还没有想到，等我想到再跟你说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我今天在展览厅遇见了非常麻烦、非常棘手的案件，你们接不接？你只是在那边当解说员，会有什么案子给我？当然有啦，
你先说嘛，接不接？接，有什么案子我们破不了的啊？你说的啊？这位是宝乐明先生，宝瑞祥精装的总经理。这位是我爸爸白庆雄，还有 CCI 的侦探。Hello， 你们好。听说你们 CCI 破案率很高，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们。曾经有一宗轰动全国的精装抢劫案，发生在1974年，被劫的正是我们家的宝瑞祥精装。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侦破这个案子。1974年，那就是40年前了。宝家有一块家传之宝的翡翠玉石孔雀屏。1974年精装被劫，孔雀屏也跟着失窃。2天前，我却在展览会上看见这块已经失踪整整42年的孔雀屏。这块翡翠玉石孔雀屏，据说是慈禧太后最喜爱的珍品之一。慈禧太后把这块玉石赏赐给一位大格格，当作是嫁妆，结果引起小格格的记恨。大格格大方地把它送给妹妹，可是一直都得不到夫家的谅解。妹妹知道后就非常的羞愧，还把它还给姐姐。可是当时姐姐已经病逝，这块孔雀屏就成了姐姐的陪葬品。后来被盗墓者盗取，落入民间。这位先生，你好像不同意讲解员的说法。讲解员说的多半都是后来收藏家自己杜撰出来的。这块翡翠玉的原料来自缅甸，各位，你们要不要猜一猜它值多少钱？猜不到吧？让我告诉你们，它的价值有800万哦。孔雀屏是嘉庆皇帝赐给宝家的珍品，一直是我们家的家传之宝。我曾祖父宝瑞祥30多岁带着财物辗转来到新加坡，1925年开了宝瑞祥精装，后来爆发第2次世界大战，精装被迫关闭。2战后，精装重新开放，而我爸爸是宝瑞祥精装的第3代继承人，宝剑帮。抢劫案发生的时候，宝瑞祥是由你爸爸掌管吗？当时跟他一起打理的还有他的弟弟和妹妹，也就是我的二叔宝剑业和姑姑宝如珍。我也经常在放学后跑到精装去。案发当年，我13岁。虽然过了42年，可是那一天的情景，我还是记得清清楚楚。当时我在精装做功课。哎，大哥。打开保险箱，里面没有东西了！你不要乱来啊！进去！放进去！快点！快点！打开！把东西全部放在袋子里喽。打开柜子。没有东西了。打开！打开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带走，就不能带走这个。这是我传家之宝，如果我保不住这传家之宝的话，我就太对不起我列祖列宗了。我管你什么祖宗18代！死啊！父亲中了那一枪之后，在医院躺了足足2个星期。那当年的抢匪
都没有落网吗？主谋林大勇是个累犯，被通缉后，在一次和警方的搏火中被打死。另外2个共犯呢？我记得有一个叫山猪，还有一个叫蜗牛，后来也都被逮捕了，被判坐牢10年。为什么有山猪还有蜗牛的？主谋被打死，还有2个共犯被抓，那赃物呢？林大勇死后，警方在他藏匿的地方取回部分赃物，可是就是找不到孔雀屏。OK， 宝先生，现在孔雀屏重现，你希望我们帮你查到什么东西？孔雀屏失窃的真相。失窃的真相？是啊，什么真相假象，不就是林大勇他们把他抢走了吗？抢劫发生后，我二叔和姑姑一直以为是我父亲自导自演的一场戏，以为他想读通孔雀屏。原本父亲和我二叔、姑姑感情都很好，就因为这件事，闹得大家很不愉快。接下来的10几20年，经常争吵，我父亲有口难辩，最后郁郁而终。要查出失窃的真相，就要查出孔雀屏这42年来的行踪。我父亲临终前一直叮嘱我，要查明真相，还他一个清白。宝瑞祥还是你们一家人一起经营的吗？宝瑞祥一向来是由大房掌权的。抢劫发生后，我父亲被迫把位子交给二叔。10年前，二叔去世后，把位子传给他的独生女乐萱，而我则继承爸爸总经理的位置。至于姑姑，她还是一直守着那间老店。这些年，宝瑞祥的生意已经大大不如以前。宝家本来是个大家族，从清朝的时候就家业旺兴，没有想到传到我父亲那一代，因为家传之宝的失窃，闹到大家都不和，最后家业凋零。白社长，希望你能够帮我查出真相，解开我们这一家几10年的心结。我们一定会尽力，拜托各位了。答应接下这个 case 是因为保乐明，我理解他那份强烈的心愿，是不是能拿回孔雀屏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找出真相。真相可以打开一家人的心结，修复一家人几10年来破裂的感情，这才是 CCI 接下这个案子的真正意义。怎样啊？问不到不肯说，还是找不到线索？展览馆负责人的嘴巴比榴莲还难开啊！是咩？我问了20个问题，他只回答我一个答案。是吗？对不起，谢谢。哼，竟然连查出孔雀屏的主人这么简单的任务，我都没办法办到。洪俊元啊，你也太差劲了吧！没关系啦，明天换于洋来问。哎 ，no， 干嘛啊？这个任务一定要我自己完成。社长老大说，这个任务最简单也最困难。如果收藏家是爱出风头的，他会自动现身；不过如果他不爱出风头，有100只钳子都敲不开他们的嘴巴。你现在就是遇到了不爱出风头的收藏家喽。啊，没事。越是困难，就越有挑战性，就越能证明我的能力。我要为 CCI 立功，我要让所有的人对我另眼相看。好，我支持你，加油！君燕，你快点过来！我查到那个收藏家住在好景山酒店，他正在酒店的泳池游泳。干什么？不好看吗？太性感了吧，妹妹！对，我就是要让他看了流鼻血。
他？谁啊？收藏家？不是，是他的保镖。你想干什么啊？我想要色诱他，然后再套他的话，这是我想到最好、最直接的办法哎。不行不行，妹妹，你不需要为我做这件事情的啊，妹妹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喂，怎么是女的啊？你确定她是收藏家吗？错不了的。你竟然没有跟我说是女的。有人的色诱计划行不通了。姐，我告诉你啊，等一下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千万不要来救我 ，OK？ 你是这么大力的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没事，这脚有点扭到哈。哎，我觉得你很眼熟哎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在展览馆见过你，我在展览馆当导览员。你的收藏品孔雀屏就是我负责讲解的一个展览品之一。你知道哦，有很多访客对你这个孔雀屏很有兴趣哎。还有，是不是收藏家祖传的？哎，啊，哎呀，还有啊，你是什么时候？你的脚不痛了吗？我要警告你，不要再跟上来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接了新的案子，又要开始忙了。如果工作太多，可以让你师傅知道。知道了。有你这个师母，好幸福哦。哦，对了，师母，忘了跟你报告，樱花回去了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见到师傅了。那火龙果应该可以放心了吧？他说樱花再也没有提到师傅了，所以我猜他应该蛮开心吧。他们夫妻没事就好。OK， 是我的错，我认错。OK， 一切的后果我自己来承担。你们要怎样，随便你们。喂，真的被吵了？他们真的很无聊哎，这样子也要投诉，怪展览馆泄露客户的身份，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啊，说我去骚扰他哎，这样哪里算是骚扰？算了吧，吵就吵，反正只是一个 part time job。如果我知道对方是一个女保镖啊，我还可以用我的美色，你就不用这么辛苦，问了半天什么都问不到，还被拆穿。我还不是为了你，你不是想要立功吗？我喜欢你嘛，我当然要帮你啊。你不要喜欢我，我喜欢的是于洋。海峰喜欢他，你也喜欢他，他到底哪里好？Momoko，他不比我年轻，不比我可爱，身材也不如我，他样样都不如我，到底是为什么？Momoko，不好意思，失礼了。根据坤星给我的资料，山猪原名郑福山，因为精装抢劫案坐了10年牢，出狱之后又陆续因为偷窃、走私等罪名进出监狱10几次，最近10年才安分守己。他没有家庭，也没有正式的工作。
王哥，唱得很好听啊！哎，谢谢。自己编的。是啊，好不好啊？很有意思啊。很厉害，你们听得懂啊？现在的人啊，没几个听得懂了。所以说不懂啊，我听得出是你自己的心声的。哎呀，少年的时候不会想去做坏事，这一辈子啊，没有好日子过，报应，真的是报应啊！王哥，天气很热，走，请你喝水。走了，来来来。好好，你们是有兴趣听我的故事啊？我们是拍电影的，因为我们拍一部有关浪子回头的故事，所以要收集更多的资料啊、题材这些。那你就找对人了。我的故事是非常的精彩。哎，有没有听过70年代有一宗非常轰动的金砖抢劫案啊？我跟你们讲啊，我是有份干的。哎，你抢劫金砖了？那年啊，我老大告诉我要抢劫金砖的时候啊，我就是这样的反应的。我和我老大林大勇啊，是同住在一个港崩的，是他拉我去的。第一次参加抢劫啊，就那么大的案子啊！哇，就你们2个人行动而已啊？没有，还有一个叫什么郭阿牛的，我们就叫他蜗牛。哼，他的胆子啊，真的是比我小了。那当时你不怕吗？怕，当然怕嘛。那时还年轻，都不会想，头脑坏了，只想发达，就傻傻的，什么都听着老大的，拿了枪就闯进金砖。哇，这样你们2个发大财嘞？屁呀！真的不义之财不可贪啦！是不是里面被抓了？哦，没有，我们抢的东西呀，就跟老大躲起来。本来想说风声过了，就变卖那些赃物来分钱，好衰不衰啊！哪年发生什么缩阳症啊？全新加坡大恐慌啊！什么是缩阳症？哎呀，结果怎么样？哎，蜗牛咯，害怕自己得了什么缩阳症啊，就硬让我去医院。快点！蜗牛，干嘛？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。老大吩咐我们绝对不可以跑出来的。哎，你怕老大，我怕这个缩进去啊。我们都有吃猪肉的，你不怕？可是万一老大回来发现我们跑出去，啊，万一有警察发现，我们就完蛋了。哎，这里是医院，不会有警察的。不知道老大为什么要抢那块东西，那么难脱手，真的不识货嘞。那块玉很值钱呐，值多少钱？整百，听清楚，整100万呐！哇，不是吧？那我们不是发达了？哦，哎，老大怎么知道金砖有那块玉的？当然是有内鬼。金砖有内鬼啊！哎呀，是蜗牛说的啦。这蜗牛没有跟你讲是谁吗？哎呀，他也不知道是谁。那年人说阳症啊，传得很厉害，哎呀，也是注定的啦。出现这种的怪症啊，他才硬让我去医院，结果呢就被警察抓了。林大勇呢也被警察抓走啊？没有，我在监狱的时候啊，听说他跟警察火并时被打死的。像那块玉呢，还给金砖了？没有才奇怪呀、警察也找不到那块玉。哎，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哦，这么说，抢劫过后那些金饰还有那块玉，都是那个叫什么林大勇收起来啊？他是老大啦，当然是全部他收了。我连那块玉什么样子也看不清楚。哎呀，想起来啊，真是冤枉了。那蜗牛呢？他怎样？我们就坐了10年的牢，出来全世界都变了。我跟他又不算很熟，几10年的啦，我也不知道他死了没有。王哥，你的真人真事真的很精彩，谢谢你了。想干什么？别忘了，你还欠我一个赌约还没履行呢。过来。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啊？这个东西送给你。我是花了几个晚上才把它拼好的，真的不容易啊！尤其它是3D 的，靠眼力、耐力还有毅力。但是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我不喜欢拼图，
3D 的、平面的我都不喜欢。它不只是一个拼图，它是太阳。你黄玉阳就是我的太阳。太阳只有一个，独一无二。就像你在我心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不要问我什么时候喜欢上你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不过，当我发现的时候，我已经深深的爱上你，无法自拔的爱上你。我对你是认真的。之前你总是不相信我，觉得我在玩。但是我每一次向你表白，我都是真心的。好了，我说完了。现在我要你履行你的赌约。你要做什么啊？这算是履行我的赌约了，我不欠你了。于洋。开会。人都到齐了，可以开会了。谢谢。OK。我跟海峰找到山猪，他把抢劫的整个过程都告诉我们。抢劫案之后，山猪跟蜗牛因为害怕得到缩阳症，跑到医院，结果被警察逮捕，关了10年。缩阳症真的有这种病啊？那次的谣传造成全国恐慌，山猪跟蜗牛才会跑去医院，结果被抓。也因为这样子，他们2个根本不知道孔雀屏的下落。山猪还说：“哎，等一下，什么是缩阳症啊？为什么会造成恐慌？”跟他解释。我不会说啊。喂，你说啊。好了，那是60、70年代出现过的一种病症，是男人的病啦。其实没有那么严重，就是当年有些男人莫名其妙突然会。OK， 说清楚一点，就是男人的突然不见掉 ，understand？ OK， 真的有这种病的？总之呢，从山猪口中问不到孔雀屏的下落。你呢？你那边有什么收获？我查到目前孔雀屏是由一个叫做林思倩的印尼女华侨所拥有，她大概40多岁，家族从事木材还有船务业，非常低调。我尝试接近她几次，但是什么都问不到。在抢劫案发生的时候，她可能刚刚出事。如果他是在拍卖场上竞标的，那他是什么时候买到的？
传到他的时候又是第几手呢？查一查他之前的收藏家。好，我继续跟进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山猪跟我们讲起抢劫案的时候，透露一个很重要的讯息。什么讯息？山猪说，当年的抢劫案有内鬼。内鬼？谁啊？还不知道，是蜗牛告诉山猪说，林大勇就是因为有这个内鬼通风报信，才知道华瑞祥有一块价值不菲的孔雀屏。有没有可能是保家的人？请问你们是？大家好，我是宝瑞祥，金庄总裁，宝乐轩，她是我姑姑宝如珍。你们好，来，请坐。不知道能够帮你们做些什么？我知道乐迷委托了 CCI 调查孔雀屏失窃的案子。是的。那你们有没有查到什么？其实我们刚刚开始调查而已。像你们这样能查出真相吗？委托我们的是宝乐明先生，他对我们很有信心。我知道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他想证明他爸爸没问题，这样他就有筹码，跟我一起抢总裁的位置。为什么你就是要这样误解我？我只想查出真相，还爸爸一个清白，也可以化解我们彼此之间多年的心结。还需要调查吗？真相是你爸爸串通抢匪，独吞了孔雀屏。我爸爸是清白的，现在孔雀屏出现了，我相信 CCI 一定能够帮我们查出抢劫案的真相。恐怕很难吧？40多年了，谁知道他把它卖了给谁，图了多少钱？不管你怎么说，我知道我爸爸是无辜的。这些话说了几十年，不累吗？姑姑，我们彼此互相猜忌，怀疑了几十年，难道就不累吗？各位，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心平气和，把整件事情说清楚 ，OK？ 当时我才10岁，有关金庄被打抢的那件事，我并不清楚。我是后来听爸爸说的。金庄被打抢的那一天，他亲眼看到大伯和林大勇暗地勾结。对呀，对呀，下！求求你，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带走，就不能带走这个。如果我保不住这传家之宝，我就太对不起我列祖列宗了。管你什么列祖列宗，去死！哎，你要小心一点啊！他这里啊，不要失手啊，不要失手啊！不是的，这绝对不是事实。是我爸爸亲眼看见、亲耳听见的。不可能，当时我也在场，柜台那边根本就看不见办公室里面的情形，又怎么可能听见爸爸和抢匪说的话呢？更何况，当时我们都很害怕。我爸爸当时在办公室窗口外，他看到一清二楚。宝瑞珍女士，当时你没有听见什么吗？我，哎呦，当时啊，我都被吓死了，而且啊，我不坐在办公室的门口，不可能看到什么的。难道我爸爸冤枉大伯？你知道事实吗？宝剑帮是宝家的大儿子，掌管金庄的经营还有财政大权，他为什么要串通抢匪？我爸爸说，当年大伯因为股灾，个人财务出现了问题，所以自导自演这场骨肉戏，目的是把孔雀屏占为己有，解决债务。我爸爸这一辈子把宝家的名声看得比他自己的性命还重要，他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宝家的事。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做不出啊？这种内神通外鬼的事情见得多了。我本来不想说的，其实真正的内鬼不是我爸爸，而是姑姑你呀。I'm dead inside and you're the killer. Killer boy,